没想到，堂堂太进，骠骑大将军，竟胆小如鼠，不敢亲征，倒是让自己的女儿前来送死。杀鸡焉用牛刀？你该庆幸来的是我，否则现在早在地下跟你们皇帝团聚了。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嘴硬，不惧胆识了。你若想杀我，两军阵前就会杀我立威，何必等到现在？看来将军也并非一无是处，还是有点小聪明，但切勿让小聪明误了你。本王早杀你，晚杀你，有不同效果。把降书写了，让太监放了大妖的伏兵，本王就可以格外开恩，饶你一命。用我一人换数千战俘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愿意吗？兴许不行，但本王听闻，你与太监皇帝私情深笃，想来他定不愿意让如花美眷葬身敌手吧？你，对了，此事也并非你不可。他若出征太近，马踏连营，照样可以救回我的部下。本王不过是看你还有点血性，所以才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。将军被俘，谅你那些没用的部下也不敢私自攻城。时日尚多，好好珍重。本想将他借机除之而后快，没想到他竟能赢下这一仗。
安南王为人虽桀骜，但颇有领兵之才。此战告捷，也算是解了眼下的困境。你这话说的，是说我大姚无人了？臣失言。段奥登本就是皇族血脉，在朝中威望不减，此次又立了战功，朝中那些老臣，个个都是墙头草，几句耳旁风吹下去，难保不生异心。我不允许有任何人敢撼动我鱼儿的皇位。段奥登非死不可。太后，长风将军黎霜，现今就管在战俘营中。只要我们稍加利用，或许能借他之手除去安南王。你是说，太近那个与他过从甚密的女将军？旧爱苏恩自是难忘，可他如何肯帮我们？以前或许不会，但安南王离开太近之前，曾设计刺杀李维。他二人以生嫌隙，况且黎霜行伍出身，并非寻常女子。如今两军对垒，国仇家恨，这时候只要有人能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一定会牢牢抓住，手刃尽敌。可安南王已经忘却了太近时期的那段记忆，对敌国女将不会设防御。那就需要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了。不枉本宫看中你，许你公卿之位。若此时扮得漂亮，另有嘉奖。臣定不辱使命，为太后分忧。记住，这做戏呢要做得真，届时不必手下留情，只要留离霜一口气就行。臣遵旨。黎将军，别来无恙。怎么能对将军如此无礼？将军受苦了。别演戏。若是为了劝降，就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我长风军只能战死，绝不投降。将军何必如此执拗？你我各为其主，我也不想加以为难。只要你写下降书，白某愿一力担保将军的安全。众贼！你们这个去杀众贼！还有什么伎俩？尽管从也使出来呀！使出来呀！李请我，将军，将军！你要干什么？他们是与将军一同被俘的。听闻将军爱兵如此，想来一定会顾惜军士的性命。将军是聪明人，自然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再问一次，降书，你写还是不写？你放他们！有本事冲我来！不要伤及旁人！放他们！狗贼！你得意不了几时了。我太近铁军必会这里无法分尸。狗贼！你不能好死啊！写还是不写？放了他！放了他！将军，我乃一介武夫，
王家就全心重用，一生无以为报。如今能为国尽忠，实乃大幸。属下先行一步啊！死了。白坤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将军可别怪我，安南王之命，谁敢不从？我耐心有限，你最好早做决定，免得受苦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不必浪费时间了。好一个玉面阎罗！我看你能撑到几时？有请。受伤将士，需妥善安置；阵亡者遗属，需及时加以抚恤，不得扣扣。请安南王放心，属下亲自督办。只是有件事，属下不明。既然我们抓了李双，为何不干脆杀了他？这样也好威震太近呢。此战虽胜，但粮草和兵力都消耗巨大，恢复也需要时间。士兵也需要休养，与其图一时之快，不如将他留着，用来牵制太近。他既姓黎，黎威定不会弃他于不顾。而只有等黎威亲自现身，我才能报皇兄之血仇。属下明白。他招降了吗？此女子骨头硬得很，一连几天绝食明志，再这么下去，就要把自己饿死了。看来是我小瞧他了，吃点苦也好，否则他看不清形势。安南王说的是，不过今日白坤去了营中，您应该清楚，他一向心狠手辣，想那黎双再铁骨铮铮，恐怕也逃不过他的手段。白坤，将军这是何苦呢？只要一纸降书，便可重获自由。届时，就算你不愿再回太近，本官也能为你开口，保你一世荣华。要我投降可以，我要腰过百块，俯首往事成尘，而你，我麻烦是。我倒要看看，你究竟有没有摇尾乞怜的时候。都听着，这可是太近高高在上的镇北将军，今天我把他赏给你们了。谢大人。
安娜，在军中私自虐杀俘虏，你当军纪是何物？静安，你，本官奉太后之命，审问帝将，安南王为何横加干涉？拿太后来威胁我，本王怕过吗？你越过本王，私自用刑，在军中是死罪。静安，静安，为何一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心中就会有些不安？这个静安究竟是谁？你醒了。那几个狱卒已按军法处置。军中没有女眷，你的伤还得自己处理。你若想报师兄之仇，他可以杀你。若想伤我，劝你省点力气。以你现在之力，伤不了我半分。且债各有主，改日我必定手刃李威，但不牵扯他人。你现在想死，不行。今日之事，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我每天派人定时送药。你在这养伤，别想着舍身取义。你要是死了，你那些军士刚好为你陪葬。
安南王且慢，还未向太后通报，这不合规矩啊！太后，安南王好大的胆子，内宫禁地，竟敢擅闯。太后只在意本王擅闯寝宫，毫不在意这走狗的性命。想来早已心中有数。你忤逆本宫也不是头一回了。先帝在世时，还有人替你善后。如今他不在了，你就不怕一纸圣旨要了你的命吗？本王若是怕，今日便不会来了。本王奉旨统军，军法如山，容不得旁人指摘、放肆。这一点，想来太后更清楚。圣主虽幼，但在政法上有左承之、邱泰等顾命大臣从旁辅佐，无需旁人干预。还望太后安居后宫，好自斟酌。闭嘴！安南王，安南王，他还是水灭不进吗？吃是吃了点儿，只是很快要呕吐不止。安南王请来的太医今早也来诊治过，太医说，他这是心中郁结所致。白坤已按军法处置，算是给你个交代。装腔作势。白坤亲口告诉我，一切皆有你指使。你现在惺惺作态，虚情假意。我本无需向你解释，但本王一生行事磊落，断不能让他人诬陷。本王从小想要什么，全凭本事获得。我若和白坤是一丘之貉的话，你能好好的活到现在？你我都是带兵打仗的人，手下的士兵和我们共同浴血沙场，那生死之交，我怎会卑劣至此，拿他们的性命来逼你投降？吃不下饭，就吃几颗糖。你手下为你而死，就别让他们白死。等等，不是我不吃饭，是你姚国苦寒，比不上我太监半点。这些吃食让我难以下咽。一个阶下囚，
这么挑剔啊？让你的人日日准备30道不重样的特色菜式，其中米粮、果蔬、鲜肉、酒水，样样俱全。我还要特色野味和精致甜点。痴心妄想！一个边关战将如此骄奢淫逸，难怪太监会一败涂地。既然安南王留着我有大用，区区几道菜，不会是供不起吧？来人！安南王，去准备30道。慢着，看来安南王是答应了。既然不心疼这点小钱，那就按我刚才说的，全部折为等价的普通粮食，还有医药，给我长风军的士兵分发下去。而且你要向我保证，他们不受苛待，我的驱使自不容辩。好，你答应。那我们下次再见的时候，你最好给我生龙活虎一些。这个我得留着。山主怎么长日不重来？不知道。该上工啦！莫山主，陆姑娘，山主有令，自今日起闭关修行，若非武陵山生死存亡之要事，不许擅自打扰。昨日医术比试刚输给我，今日就闭关啦。怕是输给我脸上无光，当缩头乌龟了吧？山主啊，说好了，输的人要倒1000款草药啊！怎么想赖账啊？还有你啊，跟他一伙骗我，好吧？以后山下的故事不跟你说了。别啊，仙姐姐，这都是山主吩咐啊，我哪敢不从？你呀，好吧。哎呀。刚上山的时候，日日教训我，日出而作，勤学苦练。现在倒好，自己耍懒，赖皮。好吧，走喽。走了。走老远了，山主放心。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精神，叫活着我们陪他3省吾身配方制药。你说说，我有多久没有睡过懒觉了？我……承蒙平日山主不吝赐教，这来去无声的小把戏，徒弟练得可好？这山里的古籍都要被你翻烂了，你究竟在找什么？我就是想知道，既然玉玲珑这么危险，为何还要把它留在世上，
以及还无穷呢。玉玲珑有助人力量大增之效，它的存在并没有错，有错的是那些居心叵测、想要借用它的力量去伤天害理的人。可是这种力量，却要让另外一个人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总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在想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，能让银偶与血主之间没有反噬之苦呢？你说话归说话，手别停啊！言而有信，愿赌服输。照你这个速度，1000捆的草药，你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倒好呀？本山主医道之精，能把死人救活，也能与阎王争命。昨日的比试，题目皆同儿戏，我不屑于你就是了。儿戏？你可知诸如花眼、虫齿、腰酸、腹泻、月经疼痛这些，虽说不是什么大病，恰恰都是平民百姓最常患的疾病。既是常患，民间肯定早已有药可医。民间现有的方子只可缓解，不可根除。你背靠武陵山，不想着攻克奇难绝症，却一门心思钻研走香药郎的事情，岂不是浪费时间？只要下药够准，药效够快，我就没有再浪费时间。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赶紧倒。你能让人起死回生，我能让人无病无痛好好活着，两者都值得尊敬，不是吗？这些草药都是寻常药材，就算要做研究，也不需要那么多吧？好好捣药，先遵循我们的赌约。我自有打算。我堂堂山主，自然是要知道我山中药材的去处。你瞒而不报，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我上山的时候，山主也没教我那么多规矩，还不都是你惯的？好好捣药，我去吃这个回笼觉。之后我们每一次一起做一件事情，就种一朵新的花，直到漫山遍野，都是我们的见证，好不好？
安大王，太后去李双的鼻院了。太后去过？没错，只怕二人暗中勾结，对您不利呀。陛下是何？本王亲自给李双送过去。这样使不得。要是不给他机会，怎能看他自寻死路呢？端奥登穷兵黩武，若无人控制，绝不会轻易休战。难道你要看着天下血流成河，战火不断吗？此物名为噬脑散，可以助你除掉端奥登。上课好些。安南王不必浪费时间，降书我不会签。这是何意？怕你独自用膳无聊，本王正好忙了一天了，也懒得折腾，去别处吃。坐吧。好像缺点什么。来人！